据说这台车是海王的最爱哦，还有女人的最爱哦。玛莎拉蒂 Ghibli 它来了。100。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 了。欢迎回到我的 POV 试驾系列了。今天我们隔壁有车主 Hans， 你好 ，Hello， 嗨，你好，大家好。前几天我在我的 Facebook page 上面就收到他的 PM， 他说我终于买到我的 Dream Car。对 ，Dream Car。我想问一下，这台玛莎拉蒂 Ghibli 啊，有什么东西是吸引到你？面前的 logo， 然后它的声浪 ，engine so far 是 trimmed by Ferrari。买了这台车，你会不会怕的？maintenance 啊，那时候 so far 是还好，它是有性能有声浪，可是呢，最怕就是修起来的时候，哇，那个荷包就穿了一个大洞这样子啦。2015年到现在的车还是长得非常的漂亮的，新款的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哦，还是这样哦。新款还是一样，而 engine 改变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去看一下玛莎拉蒂 Ghibli，Let's go。老实说啊，我对玛莎拉蒂没有很熟悉哈。我今天看到什么我就讲什么，好不好？我只能说这个 logo 呢 ，Honda logo 加了一个叉，它就变成了一个玛莎拉蒂啊。这里多了一个按钮，这里按一下你可以亮一下灯，找一下你的车在哪里。这里是解锁，还有锁，还有打开车尾箱。我觉得我最喜欢就是它的车头啦，是没有错了哈。它的车头是长得非常的煞气的，尤其是它 logo 大大个哈，就好像为什么我们买劳力士，你知道吗？劳力士有一个叉的那种设计啊，这个也是有3把叉这样子。它的整个车头有点像法拉利，有没有？599 GTP 那种感觉，那个年代哈。那这辆车是没有什么大改啊，前面加了一个 carbon lip side skirt， 这边也是有 carbon， 后面有 diffuser carbon 的。这里的出风口的洞是真的吗？我是真的嘞。因为有些车哦，这里只是一个装饰哦，但是这台车是真的有，左边3个，右边3个，我们称为叫 V6啊，6缸。这台车是前车主改了 adjustable 哦。听说车主是改了18,000，大概调了3根手指的高度啦哈。哦，这个轮胎哦，20寸啊，各位，但是这个轮圈真的是很好看。前面是用25、40 R20，后面是285、35、20寸，所以这台车是后驱车。前面有玛莎拉蒂原装的6活塞刹车卡钳，还有刹车通风碟哦。至于后轮那边呢，也是有一个双活塞啊，这个长得有一点像 Brembo 的 F50吧，长得很像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它原厂哦，这里看过去呢，就 rim 好像没有什么凸出来的感觉哦，后面应该要加一点 spacer， 好让这辆车好看一点点。车主呢也换上尾段，所以让它这个有声浪了。原装是真的没有声音哈，没声音。车尾的方面呢，就有一点点类似之前我试驾的那台车，叫做 Kia 的 Stinger 哦，有一点啊 ，Stinger 的造型也很像这辆 Ghibli， 可是呢，它那辆就长很多哦。如果你说比较平衡均衡的话，那玛莎拉蒂会比较均衡一点点。这里是有 carbon 的 ducktails， 但是这个 carbon 一看下去哦，是不便宜那种 carbon 来的嘛。后面有一个电磁阀可以打开。没有电动尾门哦，前面的悬挂是双 AB， 后面是一个多连杆。我觉得这个大部分的空间哦，可能是这个后悬挂被占满了的，可能这个稍微的空间会没有这么宽大，但是很蛮伸进去的哈。所以车主改了 Valvetronic， 这边有插这一个电，很多欧洲车后面呢才有这个12伏电瓦的哦。最有标志性呢就是它的这个叉啦。
它的 logo， 快速的看一下这个内饰哦，它的那种皮革的味道真的很有那种豪华车的味道，就好像今天我打开了 Bentley 的车门一样，闻着那个淡淡的皮革的香味，而且这是真皮来的哈，而且它的质感真的是很不错。以现在来说，它还是属于一个非常顶级的车哦，所以这些都是真皮革，还有缝线，还有 carbon fiber， 然后这些摸到地方啊，连手把这边都是包着皮革包覆。才发现到这辆车哦，连后座2个门哦，也可以锁跟锁门的哦，这样方便呢。那坐进来这边，因为前面呢，我把引擎关掉了哈，所以它的椅子会退到了最后。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腿部空间了的，我头部空间大概剩下1个拳头。后面有冷气出风口，因为后驱啊这里中间鼓起来比较大。它的音响是 Bowers & Wilkins B&O 的，中间有中央扶手，还有一个杯架。这种设计很像宝马了，在宝马上面有的看得到。而且这辆车打开门之后，它是一个无边框哈，所以只要你把门关掉，它玻璃会上回来哈。它的开关门哦，我觉得这辆车都是非常的扎实啊，真的，你看关门的声音，前面这边也是一样，全都是皮革包覆，还有 carbon fiber。这些摸到的地方都是皮革，我觉得蛮漂亮的哈。而且座椅有8项的电动调节，踏板呢就没有风琴式踏板了，但是还是有玛莎拉蒂 logo。这是打开头灯，还有 auto， 内饰灯光调节，还有仪表的灯光调节。所以我们来打着这一台 3.0 V6 Twin Turbo， 好吧？哇，这辆车还拉了7分灯嘞。OK， 然后踩2脚来听一下吧。还没有 tune 哦，这台车。OK， 然后这边就是可以调节一些资讯哈，因为它的油表啊都是电子的，还有它的水温表都是电子的哈，所以呀，我们可以哇这样子来调 speedometer。Screen setup, message, audio, trip B, trip A, fuel economy, vehicle 的那个 status， 所以这边有 tire pressure monitoring， 这是油温啊，我们可以看油温啊，还有牙箱的温度都是可以看的。唱机呢我就不太会用了，这个冷气控制啊这些啊，还好这边是有一些几个 button 啊，我可以就是调温度，然后开关冷气这边，这个有一点像日本车嘞，有没有？这里这一块全部 carbon fiber 来的哦，有杯架、烟头，然后这里还可以放 CD。觉得最特别就是这个换挡的方式哈，这边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按钮，你按了解锁，你掰下来，这个就是 D。你要去 manual mode， 你就要按这个按钮，它就是手动模式，它有换挡模片哈。所以这台车是一个8速的 ZF 的变速箱来的。OK， 然后你要推去 N。R， 我觉得很特别哦，它的那个换挡的方式我觉得很特别。OK， 然后这个 parking brake 呢，就是拉一下它就是解锁，你再拉一下它就是解除。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特别，它没有的推下去的哈。然后这个悬挂呢，可以把它调它的 Sport Mode， 所以你看到这个仪表上面，这里还会显示多了一个 Sport， 这里的 Sport 呢就是驾驶的 Sport。Ice Mode， 还有防滑系统关闭哈，这里还有一个储物格哈，还有2个中央扶手，很豪华，我很喜欢，全部都是被这个皮革包覆，还有最重要就是这个时钟，连它的这个扶箱里面都是 carpet， 可惜这辆车就没有天窗了哈，可是上面摸下来很舒服的，全黑的，我不知道是否是原装，可是摸下去就是很有质感那种阿坎塔那种感觉哈。那我们来打开引擎盖一下好不好？这台车还有2组的记忆座位，一直下雨，不要玩。这台引擎的代号为 F160的一具3.0公升的双涡轮增压的 V6 的引擎哈，它拥有着330匹马力，还有500个牛顿米的扭力，再配上这个来自 ZF 的8速变速箱，0到100为5.6秒哈，极限为263 km/h， 它是一个后驱啊。我这辆是 SI 的。哦 ，SI 的。S 接近400。哦，400马力。哦 ，OK， 所以400马力啊，这台是一个 Ghibli S， 它更加高马力，430匹马力，还有580个牛顿米的扭力，0到100大概5秒钟左右就可以了。还是配搭着一个8速的变速箱，所以它总共有3个 spec，Ghibli S 430匹，还有 Ghibli SQ4， 那个 SQ4 是4驱的哈。快速的看完，现在雨也是下得越来越大了啊，所以我就顶不顺了，我还是要出发了。难得今天车主有空哈 ，OK， 好，我们去试驾 ，Let's go。
个换挡的方式我有点不同，然后加上它的 parking brake 的 release 的方式也是不同，所以很不一般啊，我觉得这样子，必须要熟悉一下这样子。哇，声音真的非一般的 V6 声哦，它比较特别的 V6，通常它是是 tuning 版它比较像 V8 的声音多一点啊，不这样的声音啊，可是它很明显还是啊 V6就是 V6啊，顺了哈，然后 yes 它的声音。要跑快的话，就要按那个锁那个开那个打滑。这个。不然 steering 很滑的。OK， 明白。哇，它的 ZF 还是 tune 得很顺一下的。哇，它的降档，还可以1号牙。我很喜欢它的 pedal shift， 它是没有跟着 steering 转的，它比较特别啦，我觉得。稍微有点难控制。它比较难控制，因为通常比较喜欢就是跟着你嘛，你可以用你的手随时可以按嘛。可是它质感哦，听到吗？那声音。它是意大利风格。对。它是跟 Lambo 跟法拉利都是一样这样子。对。所以它是一个你想买超跑，可是超跑一点不实际嘛，但是。你就买这辆哦。对，等于是买法拉利引擎的4个门。4个门的法拉利，对。哇，听到吗？那个声音。收我头期110。哇。好啊，你这论50千以后，你卖的时候你就不会这样压痛了，对吧？它 steering 后面还有一个 button 的哦。那个我不知道什么 button。换那个。OK，steering 后面还多一 button。第一转的时候听着那个声浪也是很好听的。买这台车真的是。这辆车比较自由。打满一桶油需要多少钱啊？250块，run 9气，然后可以走多远呢？接近400。OK， 吃油一点，但是你就去享受那个声浪还有它的把握咯。对了，来我试一下避震器放进 Sport 有什么不同？没有用的。没有用啦 ，cancel 了。先拆掉了。车主已经换掉了。OK。驾到这台车真的，你跑100是真的是没有 feel 的哦。我试过加250。你250？你说你之前想要换 AMG 是哪一代啊？哪一款？有2种，一种是 A Class， 一种是 W205。C 的 C Class 的 C43啊，还是 C250。C250，那个又不同东西啊，你跟这个根本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哦。是一个天一个地。如果你想 A45的话A45可能它车身小啊，它的大径比较小，你架起来的话，你走100的话，你会感觉到比较快。这是我架起来的感觉啦。CLA 也好，而那台车是它的切系是很 solid 的，然后它的速度也是很不错的。对，但是它小量比较容易 parking。然后你跑 highway 就信心，我会觉得这样比较踏实很多，比较稳啊。我觉得我驾这台车，有点摇对吗？有一点就是很稳重啊，沉重啊。那我觉得我日常时我驾这个车，我很爱用 pedal shift， 为什么我喜欢听它的声音？可是你没有进入 sport 的话呢，就比较懒散一点那样。看我按了它才1秒钟，它才来反应我找到一个小缺点了。它里面有一点声音啊，这个。门板哦。你踩过。所以比较松一点。所以不要动哦，这些车最好是不要踩过哦。到时要换的。对，一踩就来了声音。对。那它的隔音是相当不错的。我跑100多km，我胎噪少，
虽然这个用的轮胎也蛮吃地的，踩到少，然后风声也少，跑highway best。2000多转那个力来的比较。真的不同哎，放 sport， 看到吗？它降档还凶一点啊，补油也补的比较多。这是横拍。它的 Twin Turbo 对啦，它是有一点点在低转的时候要等一下下，那个有一点 lag。可是当它的力一来的时候啊，它很顺的来，然后也是 Twin Turbo 有力啦，真的啦。它是要一点点在低转的时候需要时间吧，可能高转的时候呢，我们试一下会不会 lag 啦，试一下。哇，你看。如果你的 exhaust 再大声一点，倒半换下去啊，我觉得凶哦，那个声音。看来我4000转才。啊，后面还有声音的哦，发烧的哦。哇哦 ，interesting。OK， 很热血哦，这样子。舒服也可以，跑也可以，面子飞机又可以啊，这是我最爱的。很高啊，对对对。那天我在马路上遇到一辆是它有 rapping 了的，很大声的 exhaust。我有 feel 到它是低转可能会 lag 一点点呐。它是，如果你比起宝马的话，宝马的双涡流啊，那个 Twin Scroll 会比较快反应，可是这个力饱满很多。可以吧？我们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，好吧 ？OK， 现在是 Sport Mode Manual， 开着一点窗来听一下声浪哈。3、2、1 ，Go！有力哦，可是它有力到它的 G force 是很强，可是我不会怕嘞，觉得不会怕，真的会怕啊，它会还是很稳那种感觉。要开那个什么的防滑系统，这个是开不是关啊，这是关诶。关掉。诶，在哪里哦？按99。哇，你关掉不是会？比较重一点的。哦，这样子的。我们所谓的排气量就是王道啊，在高速的时候，我们还有3.0在的底气哦，所以你看那个尾力真的是强啊！哇，这种老 Benz 也是很厉害一下哦 ，S280， 我小的时候的一个回忆啊，很好坐一下的，经典。165千，你会选择现在165千可以买到什么车？我想一下 ，FK2， Honda Civic Type R FK2， Arteon 买得到，二手的 ，Toyota Camry 2年车，level 不一样啦 ，bro，level 不一样。为什么？这个280挺有力的哈 ，S280。试一下一个大弯。
damn， 那个荔枝一直来啊，对，一直来。还不喘哦，还去哦，轻轻踩吧哦。够了。下雨天都发挥不到它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威力啊！我觉得它的 suspension 挺不错的哈。OK 啦，虽然可能它面对一些其他的欧洲车啊，就车身真的是比较重，我过完会 feel 到它的车身很重一下。它灵活性就可能输给可能 C43，我觉得 C43反而在这一点，在 cornering 会比较灵活一点点。可是如果不一样 level 了，你有取就有舍是吧？有舍就有得这样子，你必须要取舍一些东西，得到更好的这样子。所以我可以觉得，没有一台完美的车，它就是一个看你的需求是什么。每个人要求的东西不一样。有些人只是要求速度直线，但是没有要求那个过弯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对有没有错的，角度不一样。它上到highway很好跑，很好跑。哇，得心应手啊！前面是 double wishbone 就是不一样啊，跟宝马一样的那种感觉。试一下，我放回去 normal 啊！哇，我一踩不了，帮我降哦！哇 ，OK， 我试一下它走高速的时候啊，100啊，那个米特是这样的哦，单速的100、130、160、190 ，OK， 然后我试一下，哎呀，现在是爬坡，没有办法，爬斜坡要有点动力啊，来走。走顺了130公里每小时，哇，才不到2000转呢。130的时候大概是1800转这样。OK， 我们现在放 Sport， 试一下我们120这样子过这个大弯，可以 feel 一下。看来没有办法被人家挡着。OK， 看来我过完了，好顺哦。还帮我降档哎，哇，这个 auto 真的是棒，很聪明哎。难道是真的是法拉利的作风，喜欢在弯道之前先降档？然后我再踩 brake 试一下降不降啊？这样哦，它的 auto mode 真的是你看把它拖着，跟 Stinger 完全不一样哎，Stinger 更重啊，真的 Stinger 更重，而过弯就没有这样。没有这样灵活啊，
而且我最记得我的过弯，我输给什么车来的吗 ？FK8， 真的是输给他。然后我一直线你3.3也输给一个2.0的 FK8，你说嘞？真的，他一直拉我哎，不够来，3.3输给一个2.0，Stage 2，可能 Stage 3我不知道啦，换了 Intercooler 啊 maybe。OK， 那我们就，这个有一点要时间去适应它。所以，guys，我们这个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，拜拜。